那个时候因为清水断崖很漂亮啊，大家都挤到一边去要看那个清水断崖。车长小姐就说不要大家都靠一边危险啊，车子不稳的话翻下去啊。就在那一刹那，话刚讲完，石头就掉下来砸到司机了，就这样翻下去了。那翻下去人就不省人事啊。我醒来以后身体都痛苦得很啊，我的前半身已经在车子的外面了啦，腰被夹住啊。我有听到我同学的声音，我就叫我的同学过来，请他拖我出来，拖不出来啊，裤腰打开以后才拖出来的。我被拖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人叫说还有石头落下来，他们都走旁边去了，我一个人就坐在那里，动都动不了啊，没办法。半途我听到有个说，那他没救了，就把他放弃，因为要救的太多了。嘿，我在现场，带您用升级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丰德，我是刘冰如。我们的 YouTube 会员正在募集中哦，按下加入，这个就可以支持我们持续创作下去哟。欢迎加入哦。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条很美却又带点伤感的公路。在我的经验里，它应该可以说是台湾最美的公路之一。一面呢是壮阔的高山，另外一面呢则是蓝蓝大海，它就是苏花公路。但它却有另外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名字，也有人称呼它为死黄公路。为什么呢？因为发生在这条公路上的意外真的很多，而且常常是一个事件就夺走许多人命。说到这一条苏花公路意外其实近期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会是2010年所发生的创意旅行社游览车事故。当年10月21号呢，美季台风的外围环流跟东北季风有产生共伴效应，让宜兰的苏澳南澳降下了超大豪雨创意旅行社的21名中国籍旅客呢，在游览车上遭到落石击中坠海。当时的搜救单位派出了大批人力，连续搜救了1个多月，却仅在外海呢寻获了2名团员遗体，其余人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但其实呢，早在这起意外之前，苏花公路呢也有一起状况很像的意外，但是很多人已经遗忘了。这是一起发生在1972年的事故。当时新竹的大华工专呢有2个毕业班要展开为期8天的毕业旅行，一团呢选择是顺时针走苏花公路绕南回北上，另外一团呢则是相反，选择了先走南回，逆时针北上再绕回新竹。2个不同的安排，却也决定了2团截然不同的命运。其中呢，选择顺时针先走苏花公路的就是大华工专机械科的毕业生原定是8天的行程，却碰上了死亡意外。当时他们呢行经苏花公路，却碰上了连续多日下雨。苏花公路在管制之后呢，好不容易才等到通车了。没有想到行经在花莲的新城分局和仁派出所附近的时候，突然被一颗山上坠落的巨大石头给砸中了，让游览车整台翻覆到80米深的山崖底下这起意外造成了20个人死亡，并且有25个人受伤，包括了司机、车长小姐还有班导师都在意外中罹难了。而这集邀请到的呢，则是当时人也在游览车上的幸存者简锡章先生，透过他的口述，将带领我们重回游览车坠崖的惊险时刻，也让大家能得知从创伤中他如何一步一步修复自己的心，走出阴霾。欢迎本集的来宾简锡章，简大哥你好。大家好，我是简锡章，我是大华工专第2届的毕业生，我已经73岁了。简大哥，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这个大华工专发生在苏花公路的意外嘛，刚好就是你们当时的毕业旅行当时这个意外是在你们行程的第几天呢？第2天，第1天晚上我们住在礁溪。是你们的路线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路线，但是为什么会分2团呢？因为我们2班一个食品科，一个机械科啦，2班完全是独立的，所以各走各的他们选择的是往南走，我们选择是往北走，出外时间也一样。那当时就你所知你还在读这个工专的时候，有听到什么苏花公路那边有发生一些比如说落石或者是一些意外的新闻吗？当年的苏花公路是交通管制了，单线通车嘛，因为有下雨1-2天嘛，清水断崖附近山崩
路不通，所以我们就在清水断崖的前方有一个小村落等候通车。所以你们出发的时候，其实天气就不太好，一直下雨了，是不是？不是下大雨了，下小雨。下小雨，但是好像连续下了好几天了。那所以在当时，即便知道说那边的路况不是很好啊，旅行社还是决定说我们就照着原定的方向走，是不是？其实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旅行社啊，都是自己办啊。车长小姐呢？车长小姐是跟着那个游览车的，老师就是领队，是不是？对，了解。刚刚前面简大哥有提到一点的，就是苏花公路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单向通行。对，目前的苏花应该不是这样子了吧？那时候查资料啦，就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它其实一直都是单向通车，所以因为只有一线道嘛，来往都要用那一条线，所以就是一定要有管制，所以可能大家也习以为常。但是其实我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啊，就有发现说，其实在1972年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大雨，苏花就发生坍方的情况，然后要管制的情况，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频繁，一直到那个简大哥他们出去要玩之前，其实都还是这样的情况，都看起来就是好像才刚修复好，然后才抢通，然后大家要过，然后又崩了。对，又崩了。简大哥，那您刚也提到我就是在那边等了非常久嘛，接下来呢，你们大概是几点的时候才开始放行，然后继续你们的行程？大概差不多5点左右吧。原来他是讲说1点会通车，然后改2点又改3点，一直拖到大约5点左右。因为在那边等的车队很多啊。原来我们是在车队的尾巴啦，排很长嘛。那司机他在等车的时候，他就把它开到接近前面的地方，那个地方路比较宽，所以他车子可以绕过去。那也是命啊。他如果照原来的位置的话，我们也不会碰到石头砸下来。那在大石头这个落石事故前，简大哥你有印象吗？就是那个时候大家正在车上做些什么事情？是有人在休息睡觉呢，还是比方说有时候大家会唱歌啊、聊天啊？以前车上没有卡拉 OK 啦，那个年代没有了，是顶多是睡觉而已啦。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清水断崖很漂亮啊，大家都挤到一边去要看那个清水断崖。车长小姐就说：“不要大家都靠一边危险啊！车子不稳的话翻下去啊！”就在那一刹那，话刚讲完，石头就掉下来，砸到司机了。你在车上当时的印象是怎么样的？我当时是跪在那个后面那一排椅子上面，然后手抓着在看后面的清水断崖啊，就这样翻下去啊。那翻下去人就不省人事啊，翻下去以后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当时最窄的地方才仅有3.5公尺，那只能单向双线通车，所以才会常常导致意外事故发生。简大哥，那个时候你有印象，那个路真的是看起来很窄，然后一边是除了车之外，下面就是山崖。听说有时候连轮子都会跑出去马路外。那个时候石头撞击到游览车嘛，那简大哥瞬间应该就失去意识的。那照理讲啊，你们的右边是中央山脉嘛，那左边就是海哦。撞下来的话，有可能你们整台车是直接滚到海里面去了，是不是？如果在我们事故的附近都是到海里面去了，就是我们意外那个地方啊，很多落石，我们翻下去的时候没有直接就到海里面去。是，在翻车的当下，我们事后去看资料，我有看一些报纸，它是掉落到80米深哦。那简大哥，你们当时在车子里面，你说你们正在看后面嘛，看清水断崖，有绑安全带，或者是有做一些什么安全措施吗？当然没有安全带，当年的车子完全没有安全带，而且还有补助椅，左边2个，右边2个，中间还可以翻下来当一个位置，走到位置也可以当椅子。你有坐过那种车吗？就是游览车不是左右2边吗？对啊。但是通常以前的设计就是说，如果要增加载客量的时候，它中间会有个活动的椅子，平常是翻上去的，就像小桌板一样，但是它做成椅子，然后可以再翻下来。那个时候补助椅都是坐满的吗？应该没有了，因为我们全班有超过60个左右啊，去的人大概40几位而已。有些同学啊，
家里毕业旅行的费用给他花掉了，所以少数人就没有参加了。不过他没参加，就幸运啦。是，那简单跟你说，你当时是坐在最后面一排哦。对，那时候你怎么会坐到这个位置啊？其实啊也是巧合啦。我们后面5个人平常就比较好，事先就约好说，干脆我们就坐后面一排了。然后我说不要嘞，那么多天，统统坐后面，我不要。那我就去抽签啦，结果还是抽到后面啦。哦，抽签抽到最后面了。对呀、所以还是跟你们的朋友们大家坐在一起。对，我的外套给我一个同学穿，结果那个同学都没怎么样，他完全没受伤哦。另外3个走了，都没有受伤，是坐对在中间，我在他旁边，应该是他右边了。在翻车的当下，整台车应该就像洗衣机一样哦，一直不断的滚。我们当时都昏倒了，都不晓得是怎么翻下去的啊。其中有个同学从窗户摔出去啊，那个是最严重的，在花莲医院没有经过他家属同意，就是给他开刀了。是，讲给你当时清醒过来的时候，是人已经在哪里了？我醒来以后，身体都痛苦得很啊。我的前半身已经在车子的外面了啦，后面已经都敞开了啦。我的前半身在车外了，腰被夹住啊。我有听到我同学的声音，我就叫我的同学过来，请他拖我出来，拖不出来啊。裤腰打开以后才拖出来的。同学把你救出来了之后，但是还是要把你搬上那个80米深的爬那个山崖上来，救上公路。有印象是后来谁把你们带上去那个公路的吗？后来听说是3清啦，因为我当时听到的他们讲的话哦，他们是不是日本观光客啊？因为他们的语言很像日本话，不是讲国语，也不是讲台语，不是，他们讲的我听起来很像是日本人这样的。他们放绳子下来，前面一个拉你，后面一个推你，这样上去的。那个是不是几乎已经是垂直的山壁了？原来是垂直的，就是因为有落石，所以有一点点坡度斜有一点点坡度，所以就是放绳子之后一个拖一个拉这样子。那我们看到当时的台湾民生日报报道，还来协助的好像还包括了警备3总部第2大队第4中队的何人11班的官兵，他们因为在附近站岗的士兵听见这个可能是游览车坠谷很大的声响，然后有通报之后10分钟后，副班长带着弟兄来赶到车祸现场。那个时候有印象，好像还有一些军方的人来救援吗？因为当时痛苦的眼睛都没有打开，所以我也没有看到。报道上的话就是说，大部分都是现场的原住民，附近的居民很义勇的帮忙啦，然后再加上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有特殊装备的警消，那个时候消防队还没有到，对不对？因为那个我们被救上来也是在路边坐着排队啊，等救护车进来，比较严重就先上救护车了。不是直接送到医院了，救护车是送到一个派出所，那边有医护人员在那边急救。那当时你还有听到一些落石的声音吗？有啊，我被拖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人叫说还有石头落下来，他们都走旁边去了，我一个人就坐在那里，动都动不了啊，没办法，因为我当时除了手以外，我脚也是很严重了，医学过了10-20年才全部退掉了，所以是没有骨折的。报道是报道我脚断了啦，其实只有淤血而已啦，真的严重是我的右手了，我的关节整个都粉碎掉了，痛苦的要命啦，连这个额头都受伤啊，这个。半途我听到有个说，那他没救了，就把他放弃。那是我同学的女朋友被拖到一半被放弃的，应该是已经明显死亡了啦。对，因为要救的太多了。对，所以他认为这个没救的，他就放弃了。所以这一位同学女朋友她不是你们同学，她是怎么样搭上车的？所以他也很冤枉啊。我同学爸爸是那个新店分局局长，他们有官舍嘛，有那个宿舍。这个女朋友是来住在他家，然后我们要回去毕业旅行，他说他要顺便搭便车回去。那没想到却搭上了这班游览车哦。
这场意外当中哦，我们后来得知说，包括司机啊、车长小姐，还有你的导师杜之贵，都是在当下就已经死亡了哦。简大哥，你当时就坐在最后一排哦，然后同排有5个人是你的好朋友嘛？那前面我们有提到有3个是直接就走了，对，你是连他们的遗体都没有看到，是不是？没有换下去以后我就痛苦了都很难。然后送到医院里面去，我是被摆在走廊的，没有在里面病床，因为太多人了。那另外一位同学，你说那位几乎毫发无伤的同学，他有在旁边看着你吗？家长还没来之前，都是这些没受伤、受轻伤的同学在照顾我们啊。这个新闻在当时非常大，所以到现场关心的民众也很多对啊，因为来关心的人太多了，所以我就躺在那里就等一下，像动物园的动物让人家观赏一样。是哦，新闻太大了，花莲市的人都很关心啊。爸爸妈妈也是很快就赶过来了。他们知道消息以后，就从台中坐金马号，算是走中横，对不对？对对，就是游览车。金马号是公路局的，当时是我父母还有我阿姨3个人来。见到爸爸妈妈，原本可能还忍不住就哭了。其实在花莲还好，到了荣总的时候，听到说我的手没办法复原的时候，那时候脾气不好，我下飞机就直接救护车送到荣总。20岁第一次搭飞机是用担架提上去，然后花了6张机票啊，因为他要把椅子拆掉啊。是因为太严重了，所以花莲的医院没办法帮你开刀处理，必须要再运到台北。对，我在花莲医院待1个礼拜，他们认为他们的设备可能不够了，所以就转到荣总去了。刚一进去的话，那个医生看看都摇头，在我面前就说啊，这个没办法了，把它固定就好了，再不然就以后换那个人工关节而已。就有点像宣告你的手是废了的那种感觉。对，那我当时就很沮丧啊，所以父母我对他们可能态度也不太好，现在想起来是非常的不应该。那多年以后有跟爸妈说？我们比较内向，都没办法表达这种意思，就心里一直放着，这样对爸妈也是很内疚。那后来有试着再去找其他的医生换人工关节或什么的吗？我荣总住了1个月，出院医生说等你过一阵子，如果想换人工关节再来了。我出院以后左邻右舍就说以前人都接骨师啊，是某某地方多好，哪有什么医不好的？那就介绍一个当时最有名的老师傅，就去了。第一次我家人带我去啊，除了手以外，他的脚也来呢，帮你瞧就对了。对啊，好痛哦！当然痛啊。那第2次我就叫我父母亲不要去了，我一个人去就好了。我好像很有勇气一个人去了，但是去了以后，第3次我就不敢去了啦。我本来这个钢钉没有凸出来，我被他弄得钢钉都凸出来了，露出皮肤外面。对啊。后来好不容易出院了，有去参加同学他们的一些告别式吗？花莲住了1个礼拜，荣总住1个月，回去以后他们丧事大部分都办完了啦。我听其他同学讲啊，我同学的父母是抱着哭啊，所以我出院以后也不敢去啊。那这个同学告别式里面，其实即便你没有去，但是好像有去听闻到一些灵异的状况，是不是？有，他们是住在那个台中市南屯，现在台中市已经不乡下了，南屯已经都非常的热闹。当时的南屯是完全是在田的中央啦。是我同学的遗体快到他们家的时候，那些抬棺木的人都抬不起来了，不晓得什么情形。那最后他父母亲来跟他烧香讲话以后才抬得动了。那还有在我们学校里面礼堂，听说时常闹鬼。
那是在我们毕业以后，事故以后，因为我们都毕业了，我们没有继续去了解它。了解，发生这样的事情哦，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啦。或许连游览车都不敢搭了，也说不定哦。游览车我是还可以啊，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海的那个我很惧怕了好多年了。我连坐车经过那种地方我都害怕。有一次我去花莲领奖了，那时候是我在省政府卫生处的时代，那领奖当然很高兴啊，那就去了，而且我的主管也跟我去啊。我主管说我们去台中搭金马号，我就跟他讲说不要，我要搭火车。我也没有告诉他原因啊，事后回来我才告诉他，我怕那个一边是山一边是深谷的那种不敢坐了。但是火车有一段路也会经过，就是一边是山，火车里面比较不会感觉了。那个车子在那个苏花公路上面呢，真的是。我说有个轮子还跑出去，那是事实呢，不是开玩笑呢。就是说对于苏花公路那样子的马路，已经是不信任的了。是你自己可能心里面的创伤是这样子吗？其他的同学还好吗？摔在车外那个，他摔车外碰到一个石头，所以胸部受伤嘛，就去医院就直接开刀了。他开刀以后，他完全复原。那唯一没有复原的就是我这只手。其他人到后来都复原了。是，那我看网络上有一些传言哦，说有人在新竹琼林看到精神怪异的男子，说他会随便去抱人啦。那还有人说呢，他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个苏花翻车的意外之后的这个幸存者之一，冲击太大了，才导致他精神异常。这个人真的是你们同学吗？这个在网络流传了很久了啦，但是在我印象里，我们的同学后来都好好的，没有这种情形。而且我们当地的同学大概1-2个而已，是大部分都是外地的同学，外地来读书的。因此这个流传的信息应该是错误的了。应该是谣言了。那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故简大哥是幸运获救，有没有一些话会想要对当时来帮忙救人的，像是原住民山青啊，还有像是军警校还有医师，会有想对他们说的？非常感谢当时来救我们的大家，还有在医院里面替我们急救的那些医师护士，还有花莲当地的朋友50年前照顾我们。我到省政府卫生处去服务的时候，因为省立花莲医院是我们的附属单位了，就很想说有机会去跟那些医生啊护士啊道谢了。我都已经70几岁了，他们大概至少也都80-90岁以上了，很多也都不在人世了。是，如果有他们的儿女啊有听到这一集的话，也可以帮忙转达一下简大哥的感谢之意了。感谢他们50年前替我们的照顾了，谢谢啊。那我们在简大哥的脸书上有看到好像您去年环岛，然后又经过当时的事故地点，还拍了一张照片。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您前面有提到说，其实一直经历过事故之后，你心里对于那样一面是山一面是崖的路是非常恐惧的。那你又怎么克服那种心理的压力？然后又怎么样起心动念会想说，我要在环岛，然后还要绕去事故地点，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因为我对不老骑士印象不错，我就想说，你有看过啊？我曾经在台中市政府迎接那些不老骑士他们是从花莲骑到台中市，我非常羡慕，所以我一直想说我也要来环岛骑一趟。那我就参加那个骑车环岛去的那个社团嘛，那个社团有60几万人为了环岛，我看了很多影片就在去年11月的时候就成型了。到了花莲的时候，我才想到明天是11月13号呢，是当年我翻车的日子呢。那我明天经过苏花公路，我是直接就骑过去呢，还是停留下来看看呢？那个清水段的那一段，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封闭了啦。是，你只能在远方
看他了。听说了，我们翻车那一辆车子还在那个地方，还没有掉上，还没有移走。这11月13号，然后又刚好是翻车那一天，然后你骑到了清水断崖，这日子是你特别想说是安排，还是就选好刚好这么巧？我一直骑到花莲的时候，我才想到。那简大哥，在你的生命里面经历了这么大的一起事故之后，你回头回来看50年前的这起意外，它对你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影响很大。我本来学机械的，我本来应该去工厂的。当年我如果出去闯的话，台湾经济正在起飞嘛，去工厂的话也许还不错嘞。可以闯出一片天也说不定。对啊，因为手的关系，所以我后来就去省政府求职了。竟然又跑到省政府卫生处去了，是也换了个跑道了。大概过了多久，你才开始跟你的这个伤势决定跟他共处？出院以后，慢慢的就习惯了，就接受他了。连山上工作，我柴刀都还可以拿，所以也就不太计较他了。因为你刚也说，如果我也许手没有受伤，我学的是机械，也许我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所以你都不会觉得说，我那命不好拄掉安呢。那其实现在公务人员退休，我算是生活还很正常，还很好啊。所以我这后半辈子，我相信还很精彩啦。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乐观的心境，才能够就是面对诉说这一切。其实原本是一个还蛮恐怖的经历的时候，但是简大哥还是用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它。是。那其实就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苏花公路啊，在最早的时候宽度才只有 3.5 公尺。这里在1972年的大华公专的游览车坠崖事故之后，其实也引发了政府单位的重视啦，就对于这个苏花公路安全到底该怎么样去提升哦。所以公路局呢，在事故之后就有表示说，已经有提出了2项方案，希望可以彻底的去整修苏花公路但是因为经费庞大啦，估计需要费用呢是3到5亿元啦。那项目就是要用作这个取直啦，然后开辟隧道啦，加强路基啦，然后避开一些危险地带等等的。不过这个修建的脚步呢，即便有3到5亿元有这笔经费也是相当的缓慢啦。一直到1990年10月25号的时候，苏花公路才完全开放了双线通车，在这之前都只是单向而已那简大哥，像是苏花公路的安全问题啊，就是你也知道，就是蓝绿每逢选举，或者是也不用选举啦，就平常就在吵。那当然除了政治问题之外，大家也会说啦，因为这是大自然嘛，这地形本来就比较险峻了，然后还有你们要照顾环评啊，就是也会有很多人是有各种的想法，都会造成说苏花公路在修建或者是把它建得更好的时候，都会有蛮多的讨论，那蛮多的困难。你自己对于这个议题，你有关注吗？会觉得说政府的建设脚步太慢吗？我是觉得了，环评归环评啦，花莲人也需要照顾了。像这次花莲大地震以后，观光客几乎没有呢。是去花莲的火车原来都班班客满了，地震以后那个火车好像没几个人坐了。我是觉得花莲的交通是应该照顾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我们草屯那边呢，国道6号那里直接通到花莲了。那是最近的。再不然的话，应该要加强海运跟空运了。也是一个方法，因为你环评不够，你都没办法改善嘛。即使你改善了，大自然又山崩了，你也是没办法。如果飞机的机票如果可以降一点点，然后班机多一点点，到机场的公车再方便一点，那就 OK 了嘛。是有替代方案啦。对呀，我觉得也是个办法。对啊，不然像我也算是半个花莲人嘛，我常常需要去花莲。那有时候不敢回花莲的原因，不是因为现在路不通，而是我会担心说，看起来大雨又要来了。那我如果回去，我回不回得来上班？就是因为这种焦虑感，其实也会造成花莲的游子他想要返乡，或者是游客想要去的时候，他内心的焦虑不安，也都可能造成大家没有办法去花莲。车祸以后第一次去花莲是搭飞机去的，从台中搭飞机过去的，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航线了。
那么回顾这起重大意外呢，当时报纸的标题还形容这起毕业旅行事故是学生远游花莲游幸正农，谁知车到黄泉路上，以此为标。不难想象，这对于至少20个家庭来说都是一辈子难以抹灭的创伤。更不用说现在的苏花虽然改善的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但许多的路段呢依然是每逢台风豪雨就会坍方中断，让花莲成为孤岛而从04、03大地震之后呢，连铁路都常常因为大雨就会中断除了交通不便之外，也让花莲人呢会感叹说：“哎呀，要一条安全回家的路真的好难。”在环评、资金还有安全的考量之下，再加上天然环境等等的限制各方拉扯，到底如何改善呢？其实也考量到政府的智慧。那我们这一集的案发现场呢，最后就谈到这，也感谢简单哥的分享，谢谢您，谢谢大家。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感谢一下新加入的案发侦查特勤队的队员，也感谢一直持续订阅支持案发的老队员们，你们的行动支持真的很重要。另外呢，还有使用超级感谢赞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创作下去的动力。大家的每一则留言我们都有看那如果还不是我们的会员，现在就是加入的好时机。成为案发侦查特勤队的一员呢，你不仅能够享受专属徽章和表情符号，还能够观赏会员专属影片。每个月1杯饮料钱就可以让我们持续创作出更多的案件内容